心梗猝死频发，现场紧急救援有多重要？不能下来的。像我们都不会打120吧。如果你不是在4分钟之内展开急救，有可能就会产生一个脑细胞损伤的问题。心肺复苏有局限，救星神器到底该去哪儿找？这3栋楼离得近的都没拿到。紧急救援的好人究竟应该怎么做？名医话养生特别节目，你会做好人吗？马上开始。名医话养生，争做健康优等生。大家好，欢迎收看名医话养生，我是主持人邢航。11月1日，有着好人法之称的上海市急救医疗服务条例就将正式实施。这部好人法对于我们的社会急救意味着什么？那今天就由我带着您对此进行一番详细的探究。路上遇到有人突然倒地，救还是不救？曾几何时，这个问题拷问着全社会。为了给好人一个公正的说法，鼓励普通市民参与到紧急现场救护中来。近年来，深圳、杭州、北京等地都相继出台了好人法，对伸出援手的高尚义举予以了法律的保护和肯定。再过5天，有着上海好人法之称的上海市急救医疗服务条例也将正式实施。市民们对这一条例到底了解多少呢？没有，我没有了解过哎。没有。好像就是路上有行人或者怎么样，就是有意外发生的时候，然后你上去帮忙的话，最后结果出现了意外什么的，也会有一个免责的这么一个法律吧。上海好人法的出台得到了方方面面的支持，但究竟这部上海的地方法规对市民做好人有着怎样的作用？为此，栏目组专门采访了此次参与起草上海市急救医疗服务条例的是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高解春。鼓励更多的社会公众，只要出于善意，都可以来积极抢救。与生命相比，即使造成伤害，也给予免责。这就是我们好人法立法的宗旨。在即将实施的上海市急救医疗服务条例中，第4章社会急救第42条明确指出，鼓励具备急救技能的市民对危急重患者实施紧急现场救护。那么，如果遇到身边有人突然心脏骤停，市民除了拨打120等待急救医生到来，实施紧急现场救护有多重要？栏目组来到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了解情况。心脏骤停，如果你超过4分钟以后再开始急救的话，如果不能及时提供一个供血，脑细胞就开始出现一个死亡的状态。我们生存链最主要的一环就是志愿者、老百姓看到病人倒下去以后，他是不是去救了，之后才是我们的120医生。心脏骤停又称猝死，患者往往在倒地的同时伴有自主呼吸和心跳暂停的症状，几分钟后就可以导致死亡。高秀敏、梁左、侯耀文、古月等演艺界名人都死于该病。猝死的原因很多，其中90%是由心源性疾病，特别是心肌梗死导致的。前几年的数据表明，我国每年有54.4万人猝死，每天有将近1500人死于该病。那么，一旦出现这种状况，我们到底应该如何进行现场急救呢？最好是越早越好，倒下去那一刻简单判断一下意识，发现没有意识、没有心跳呼吸，就开始做心肺复苏。如果你不是在4分钟之内展开急救，有可能就会产生一个脑细胞损伤的问题，轻的就可能会产生一些脑功能的损伤，包括痴呆、遗忘，重的话就可能是植物人，甚至是脑细胞的死亡。心肺复苏又称 CPR， 是国际上对心跳、呼吸骤停患者公认的现场紧急抢救方式。有研究表明，心肺复苏每迟用1分钟，患者死亡率会上升3%。如果心梗病人倒地后未能得到有效施救，4到6分钟后，他的脑细胞和其他重要器官组织就会受到不可逆的伤害。在上海呀，不管是社区还是学校，有关于心肺复苏的培训呢，其实已经开展了有10多年了。但是了解或者参加过培训，就等同于掌握了急救技巧吗？一旦身边的人出现意外，你敢不敢施救呢？现在呀，我就在静安公园。那假设这是一个病人，他突然倒地了，我们看看有多少的围观市民能够对他进行正确的心肺复苏。就这样捶他。对，这样。不压。先这样给他吹气。
嗯，可以吧？是压哪里啊？压他的胸，压胸，几下呢？压3下，可以吧？手势可以手势是这样的，啊，上台的，然后交叉握住，就是手跟患者成一个垂直的一个体位，胸部是吧？往下按，这个速度大概是多少？好像要不能慢于他的心跳的平均速度吧？是吧？好像是这样。哦，好像电视里看到，好像。您看的是武打片《咏春拳》吧？在短短半个小时中，先后有9位路人施于援手。但除了胸外按压和人工呼吸这2个大方向不变，每个人的手势、按压频次、深度、呼吸方向都各不相同。那么，如果身边人突然倒地，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正确施救？带着市民的急救视频资料，栏目组请教了上海市红十字会的专业人士。你看看这个，他走上前去，他就进行一个胸外的锤击，有可能会导致已经室参的心力通过他的这个锤击，可能会出现心跳骤停。他按压的部位是正确的，方法也是正确的，但是按压的时候呢，眼睛应该看着病人的脸部。不过姚老师也提醒我们，在施救时要注意一些细节，比如做人工呼吸时，最好用纱布隔离一下，没有纱布可以用湿巾纸代替。以天涯副主编金波在北京地铁站被施救视频为例，你看，当他要做人工呼吸的时候，他是垫了一个餐巾纸在这个中间，对吧？那可能是为了卫生。它是防止就是说交叉感染，万一我们不了解病人他有没有传染病，还有我们选用那个湿巾纸，而不是选用餐巾纸，因为餐巾纸呢，我们进行人工呼吸的时候是一个有热气，对着病人的口腔去推，那推的时候会把这个餐巾纸会吹破了，没有什么效果的。究竟正确的心肺复苏如何操作？赶快跟着专业急救人员一起来学习一下吧。标准的心肺复苏分为 A、B、C 3个步骤。A. Airway 打开气道。B. Breathing 人工呼吸。C. Compressions 胸外按压。也就是说，在患者倒地后，首先要打开患者气道，去除口腔内异物，保证呼吸道可以吸入氧气。随后对患者进行人工呼吸灌氧。接下来就是高强度的胸外按压，选择患者2乳头之间的位置，利用自己胯以上的重量对患者进行垂直下压，下压深度至少5公分，每秒2次，每15到30次伴随1次灌氧。按压过程中要留意患者是否有吐出异物，以免呼吸道堵塞。不过施救者在施救过程中也可能对被施救者造成意外的损伤，即便是经过医疗救护培训的医生，也常有因为给患者做心肺复苏，导致被救者骨折，引发医患矛盾。美国就曾做过一个2004到2013年间接受心肺复苏患者的调查，86%的男性和91%的女性，在心肺复苏后有1处或以上的骨骼损伤，其中肋骨骨折占31.2%，胸骨骨折占15.1%。那一般呢，如果我们出现了这种状况，还是以新救命，是注重于救命。施救者在紧急施救过程中存在诸多风险，上海好人法是否考虑到了这一问题，对施救者进行相应的保护呢？栏目组为此走访了上海市人大。那么这个意外伤亡到底法律上怎么认定呢？我们国家的国家法律是有规定的，你比如说侵权责任法里面有明确规定，主观上他有侵害的意图的，他有这个故意没有？如果说没有侵害故意的话，那就不构成。随着相关法律的出台，做好人可以免除不必要的后顾之忧。有了以上 A、B、C 3个步骤，就能够成功的把心脏骤停的患者给抢救回来吗？答案是很不幸。我国每年一共有50万心脏骤停的患者，而抢救成功率却不到3%。而美国的心脏骤停患者是多少呢？每年一共有40万人心脏骤停，而他们的抢救成功率却可以高达10%。在个别大城市，这个成功率甚至可以达到30%。这是为什么呢？在刚刚的采访当中，很多专家都提到了一个词，那就是 AED。AED 又称自动体外除颤仪，
是一种类似医疗电击除颤器的简易装置。根据最新流行病学调查，83%的心脏骤停患者都伴有不同程度的恶性心律失常，也就是室颤和房颤。此时，如果用电击改变心脏跳动频率，将其恢复到正常水平，将大大提高救护成功率。一般来说，在心脏猝死发生后20到30秒内迅速除颤，几乎100%的人都能成功获救。在1到2分钟内除颤，生存率约为80%到90%。超过10分钟后再电击除颤，患者最终生存率都低于10%。总的来说，病人倒地到除颤的过程每延迟1分钟，患者生还的几率就会降低7%到10%。那么，市民们对于 AED 设施又了解多少呢？但是新发明出来的吧，就是新科技吧。不好意思，我不知道。如果看下面的话，还是能看懂的，但是打开不一定会用。在我们采访的市民中，大多数人之前并没有见到过 AED 设备，只是有个别几位表示曾对此有过了解。那么，作为心脏骤停患者的救命神器，我们到底可以去哪里找到这些 AED 装置？查阅此次即将实施的上海市急救医疗服务条例，我们了解到，这一次法规对 AED 的设置也将进行明确的规定。条文当中我们也规定了，大概有3类情况，一类呢就是交通枢纽，那么还有一个呢，像学校啊、图书馆啊、展览馆，这些也是人员比较多的。还有呢，那些这个建筑工地啊，像这个大型这个企业，这些也是这个容易发生事故的这个地方。那么我们法律也规定了，就是要增设一些这个自动除颤仪。将 AED 的设置写进地方法规，是上海向世界急救理念迈进的一大步。2005年，美国对西雅图 AED 设施的使用曾进行过一次调查，在公共场所设置和应用 AED 之前，院外心跳骤停抢救成功率约为1.2%，而 AED 设置和应用后，抢救成功率可大幅度提高30%。为此，美国专门立法规定，公共场所步行10分钟内要能拿到一台 AED。那么，上海目前到底有多少台 AED 设备呢？整个上海的 AED 现在设置已经达到了几千台，这中间相当一部分是由红会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和爱心人士的捐赠来设置的。当然，很多的企业自己的感觉到，我们这样的企业应该有这样的 AED。比如说像那个大师赛这样的重大赛事，国际上规定没有 AED 你是不能举行这样的活动，所以有更多的企业自主的也会购买 AED。根据上海发布上公布的310个现有 AED 设施地址，其中陆家嘴商务区就有20台，安装在10个不同的位置。那么一旦发生意外，这些已经安装到位的公共急救设施，市民们能否在10分钟内的黄金除颤时间内及时取到？为了避免拍摄对 AED 设备的占用，栏目组事先在这些设备上张贴了名医化养生的粘纸，邀请生活和工作在这附近的志愿者们做一个测试，只需取下粘纸就算成功。好，各位观众，现在呢，我是来到了陆家嘴的天桥上啊。你看，有一位朋友啊，是因为发生了紧急情况，心脏骤停了。现在呢，他需要寻找 AED 设备对他进行急救。那听说呢，在这个附近一共有20台，地址呢也都罗列在上面了。现在就要看看大家能不能在黄金救援时间以内找到这台设备，并且回到我身边。各位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好，那我们出发吧！志愿者们火速出发，前往10个离陆家嘴商圈最近的 AED 安装地点。他们能够在10分钟之内顺利取回吗？志愿者张德浩分配到的是距离最近的东方明珠，他会成功吗？哎，师傅，我能不能进去问你们这个 AED 啊？这个什么 AED 设备，急救抢救用。你跟那个我们那个就是我们领导联系。你能帮我打电话联系吧？我们这边是那个没有啊，接不到设备。第一位志愿者失望而归。那么，前往国金中心的志愿者莫安雅又会有怎样的遭遇呢？ AED 我们找到了，赶紧回去吧。我现在要在四季大道取那个 AED。
志愿者王万明的目的地是世纪大道地铁站，也是10个地点中最远的一个。他能及时赶回吗？我找到了。志愿者朱进红前往的是东园2村，也是10个地点中唯一在居民区里的一个。他能成功吗？哎，你们干嘛？干嘛？需要这台 AED 拿去救人。救人是吧？哎，对对对。好 ，OK。救人心切的朱进红，在匆忙中把 AED 设备的玻璃砸开并取出，但为了不因我们的拍摄占用 AED， 栏目组还是让他最终只带回了象征 AED 的贴纸，并在事后及时补上了破损的玻璃。除了著名地标景点，附近的银行也在目的地之列。与其他地方不同的是，志愿者于早梅在成功取得之前，先要做简单的身份登记。天色渐暗，志愿者陆续回到起点处，成绩喜忧参半。但10位志愿者中，只有1人却迟迟没有归来。现在看一下，我们还有个金茂的兄弟没回来，对吧？其他都回来了，金茂的还没有回来。金茂的还没回来，去哪儿？这么近还没回来？节目组决定立即前往金茂查看情况。 AED 有没有？在几楼能够借得到？第3楼。哎，可以。然而这一次请示却足足请示了20分钟。陆业能告诉我们，最终他还是没有等到前来沟通的金茂领导。他那边要跟你们集团这边预约了才能够取得到这个东西。对。好。哎，来了。用时是29分38秒啊，这个金茂就在那儿了，对吧？金茂大厦就在那儿，怎么用了这么长时间？因为我到了现场以后，安保人员当时告诉我呢，在地下3层有2台 AED。地下3层。然后呢？地下3层有2台，但是他说没有上级领导预约的情况下是无法进入的。所以这3栋楼，离得近的都没拿到，这么近在眼前的都没拿到，都要领导批准，反而是远的都拿到了。在此次10名志愿者参与体验活动中，只有前往国金中心的志愿者在规定时间内成功取回，能够及时施救。这样的结果值得深思。活动结束后，记者特地暗访了寻找过程中拒绝提供 AED 设备的落户单位。就是因为这实际上是个好事，好事呢，就是我当时呢，就是他跟我一讲，我就有点担心。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医患纠纷呢本身就多，万一出现这种情况以后，我们就要拿到这个机器，拿到这个仪器，是要专业人员来去使用。落户单位的担心情有可原。那么，对于做好人的单位来说，此次上海市急救医疗服务条例又会给他们带来怎样的保障呢？社会可能比较关注的这个责任到底如何来承担？那么现在我们的法律表示，如果出现紧急这个救助当中出现了意外事故的话，那么依法是不承担法律责任。那么这个也是给他一个这个后顾之忧，把它给消除。截至2015年底，上海有常住人口2415.27万，城市面积6340平方公里。我们算了一笔账，如果按照美国的标准，步行10分钟设一台 AED， 直线距离约0.6公里，也就是每0.36平方公里配备一台。那么上海要布点17000多台 AED。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上海交通大学是全市唯一做到美国标准的区域。在占地4500亩的闵行校区，共有2.5万名师生，拥有39台 AED 设施。在人流密集的寝室、体育馆、图书馆，平均每4分钟就能找到一台。即便是行政办公室和实验室，也能保证10分钟就能拿到 AED 设备。我是来到了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在来之前啊，我在他们的校园网上下载了一张闵行校区自动体外除颤仪的分布图，也就是说呢，这个图片所有的学生都能够下载到。我旁边这条路叫做宣怀大道，从地图上看呢，也就是在大概这个位置啊。那么我最近的地方可以看到啊，这个 AED 就是在旁边的图书馆当中。那真的是4分钟就可以走到吗？现在我去体验一下。根据校园网上下载的 AED 地图，
新航决定不依靠任何人的帮助，自己去找最近的 AED。而作为第一次来闵行校区的访客，他真的可以在黄金救援期内找到 AED 设施吗？请问那个 AED 设备在哪里啊 ？AED 设备，哦，就那边是吧？好，谢谢。好，我们看一下时间啊。你看，我用正常的步速行走了3分钟，就找到了这样一个设备，所以啊，确实是4分钟以内就可以拿到这样的机器。但是呢，这个设备，这里同学会用吗？我们去调查一下。这是 AED， 我们培训过。你们培训过？这个 AED 是用来干嘛的？心脏骤停的时候可以进行自动体外除颤，然后可以有效的提高我们的急救效率。那么，这位接受过培训的同学能否正确使用机器呢？首先呢是要把病人的胸前的衣物全部去除掉。第二步，第一片是要贴在右边锁骨的下方，贴在这边。哇，动作很熟练啊。是的。然后他这里说正在分析，这时候我们要让做 AED 的同学离开。做这个动作，请旁边的人都离开，避免我们的人去干扰到他机器的分析。然后按下这个除颤键。就可以了，对。让我们再找几位试试看吧。这是 AED 除颤仪。AED 是干嘛的呢？就是心肺复苏的时候给病人用的。在图书馆，我们随机采访了3位同学，他们都能用 AED 的训练机器，熟练地进行心脏除颤。保健室小链接 ，AED 自动体外除颤仪，是一台傻瓜式的急救设备，使用者只需按照贴片上的位置。将电极片粘在患者的右侧锁骨位置和左侧肋骨下方，开启设备后，就可以按照提示语音进行操作。需要注意的是，虽然 AED 有除颤作用，但并不能代替心肺复苏。因此，在除颤之后，患者如果仍未恢复意识，仍需配合不间断的心肺复苏，等待救护人员的到来。法律的出台给做好人提供了保障，也给城市的设施配备指明了方向。可是，如何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合格的施救者呢？就是要经过专门的培训，然后最好是跟国外一样有持证，这样会更好一点。这个毕竟人命关天的事儿，不能盲目的就下手去做。是会一些常规的急救措施。我觉得这个的话，就是应该普及到每一个人。治疗的这个急救办法要有一点知识，否则的话不能下来的。像我们都不会那个急救，万一就弄巧成拙了怎么办呢？我觉得他肯定要事先有经过培训的。在我们采访的10多位市民中，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对施救者急救技能提出了要求。而在即将实施的上海市急救医疗服务条例中，第4章第44条也规定，由上海市红十字会组织各类急救知识和技能培训。为此，民意记者再次来到上海市红十字会进行咨询。我们红会呢有几种培训的这种形式，一种是讲座的形式，是2个小时或者4个小时，还有一种呢是8个课时的，是拿了这样的一个证书，还有一种呢是16个课时的，是拿了救护员的证书。如果接受到普及培训，我们有数据库有登记的，这样也会受到那个法律的保护的。有兴趣的市民可以登录上海市红十字会官网，或微信添加上海市红十字会，拨打各社区红十字会咨询电话。了解了这么多，您对于做一个好人是否更加有把握了呢？衷心希望您能够多学一些急救医疗知识，在关键时刻能够挺身而出，救人一命，做个好人。好，节目最后我们要再次感谢鸿茅药酒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节目当中的优胜志愿者也将获得由中华老字号鸿茅药酒提供的健康大礼1份。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